劳动力市场是经济体系中最为活跃且复杂的组成部分之一，它不仅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就业和生活质量，还间接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技术的飞速进步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劳动力市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工作的性质，还重新定义了雇佣关系，同时对工作场所文化、职业发展路径乃至劳动政策制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技术革新，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同时也引发了对技能要求的重大调整，导致了所谓的技能错配。另一方面，全球化促进了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就业机会，但也使某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面临更激烈的国际竞争。在这个背景下，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来应对劳动力市场的挑战。例如，一些国家通过提高教育和培训质量，增加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来适应技术进步的需求。其他国家则通过制定更为灵活的劳动法律，以鼓励创业和就业增长，同时保护劳动者权益。许多国家都曾采用特定政策来应对劳动力市场的挑战，以促进就业、增加劳动参与率和提高劳动生产力。例如，北欧国家通过实施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包括职业培训、就业介绍服务以及工作和生活平衡的支持措施，成功地维持了较低的失业率和高社会福利水平。这种政策的实施不仅帮助了个人发展和就业，也促进了社会的整体经济增长和稳定。正如我们所见，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层面。通过深入探讨不同国家的政策和应对策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变化背后的动力，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个人的职业生涯和生活质量。接下来的内容将更详细地探讨这些策略的具体实施效果，以及它们如何为应对当前和未来劳动力市场的挑战提供启示。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或将视频分享到你的社交平台，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在探讨各国如何通过特定政策应对劳动力市场挑战的过程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这一体系的实施背景是德国面临的青少年失业问题和企业对技能劳动力的高需求。德国政府和企业共同认识到，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和适应性是解决这一挑战的关键。因此，他们设计了一套将理论学习和实际工作经验结合起来的教育模式，即所谓的双元制教育体系。学生在这一体系中不仅在职业学校学习理论知识，还在企业进行为期几年的实习。这样的安排既满足了企业对技能劳动力的及时需求，也为学生提供了宝贵的工作经验和职业发展路径。另一方面，北欧国家如瑞典和芬兰采取了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来应对经济变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挑战。这些国家的政策重点在于提高劳动力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通过提供全面的职业培训、再教育机会以及积极的就业服务，帮助失业者和求职者提升技能，更好地适应劳动市场的需求。例如，瑞典的劳动市场政策包括为失业者提供职业咨询、职业培训以及创业支持服务等。这种政策的目的是确保劳动力市场的高度活跃和灵活性，同时保障失业者的社会安全网。在亚洲，新加坡通过实施技能未来 Skills Future 计划来应对快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该计划旨在鼓励终身学习，提高国民的技能适应性和竞争力。政府为所有新加坡公民提供了信用额度，用于资助他们参加认可的培训和课程。这一政策不仅提高了劳动力的整体技能水平，还促进了个人职业发展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些例子表明，面对劳动力市场的挑战，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和社会需求，采取了多种政策和措施。
通过实施这些政策，这些国家不仅成功地应对了短期的就业问题，还为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可持续性奠定了基础。这些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显示了通过积极政策介入和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可以有效地提高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和竞争力。实施了上述政策后，各国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都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以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为例，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大大降低了青少年的失业率，还提高了整体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适应性。企业通过参与这一体系，能够直接培养出符合自身需求的高技能劳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技能错配的问题，并提高了生产效率。长期来看，这一政策促进了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加强了其作为全球制造强国的地位。在北欧国家，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不仅帮助了个人克服就业障碍，还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灵活性和动态性。通过提供全面的职业培训和再教育机会，这些国家成功地将劳动力从衰退的行业转移到新兴的、增长潜力更大的领域。这一转变降低了长期失业的风险，同时提高了经济的创新能力和适应全球市场变化的能力。此外，这种以人为本的政策还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和公民的幸福感，进一步稳固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新加坡的技能未来计划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通过鼓励终身学习和技能提升，新加坡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得到了显著提高，特别是在高科技和服务行业。这不仅增强了新加坡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还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传统制造业向知识密集型和创新驱动的经济体过渡。随着劳动力技能的提升，新加坡也吸引了更多的外国投资，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创造。通过这些国家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实施针对性的劳动市场政策，各国不仅成功地解决了短期的就业挑战，还为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了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促进了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的成功实施展示了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以及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的重要性。这为其他国家在应对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随着全球化的加深以及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日益紧密相连。在这种背景下，一国的政策创新往往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政策领域。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北欧国家的积极劳动市场政策以及新加坡的技能未来计划等，都是对全球劳动力市场政策创新的重要贡献。他们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例如，中国近年来在职业教育领域采取了类似德国双元制的改革措施，努力通过校企合作提升职业教育质量，以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中国政府推动职业学校与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使学生能够在学习期间获得实际工作经验，从而提高其就业竞争力。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为企业培养了大量符合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在非洲，一些国家也开始借鉴北欧的积极劳动市场政策，尤其是在提供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方面的举措。例如，卢旺达通过实施各种职业培训项目，旨在提高青年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减少失业率。这些项目不仅提供了必要的技能培训，还包括创业指导和小额贷款支持，旨在激发青年人的创业热情，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拉美国家如智利则受到新加坡技能未来计划的启发，推出了旨在提升劳动力技能和促进终身学习的政策。智利政府提供资金支持，鼓励个人参与继续教育和培训课程，
以适应经济转型和劳动市场的新需求。这一政策不仅提高了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还有助于提升国家的竞争力。这些国家的例子表明，通过学习和借鉴国际上成功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各国可以找到适合自身国情的解决方案，有效应对就业挑战和经济变革。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有助于提高国家的劳动力素质和就业水平，还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总之，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国际借鉴和创新，对于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就业有着重要意义。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各国之间在政策上的互相学习和合作，将成为促进就业、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和增强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未来，各国需要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探索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和技术变革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为全球经济的繁荣和进步做出贡献。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开设了多个频道。Wiki Wonders 一个致力于带您探索历史、文化和知识的频道。历史印记频道，这里是探索历史深渊、揭秘历史名人的独特空间。经济世界这个频道旨在为您呈现经济世界的精彩故事和解释经济名词。商界传奇，一个专注于讲述世界上最著名企业及其创始人故事的平台。我们在片尾画面设置了各个频道的悬浮卡片，欢迎点击观看。祝你今天过得开心，谢谢，我们会每日更新，明天见。